点儿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坑里那个可是蓄谋造反的反贼，圣上下旨田官，就是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活该！陛下是百年难遇的明君，竟然敢谋逆，这都是报应。我叫武香桃，是冷宫里最低等的宫女，每天的活制就是跟着其他宫女往这口屠医深坑里填土。大家嫌我晦气，是因为刚入宫时我被一个喝醉的侍卫纠缠，我拼命逃脱，他磕破了头，便反咬我勾引他。是他主动勾引我，不知廉耻！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若正经，男人怎会缠上你？嬷嬷，我没有。嬷嬷，这棺材里面的人还活着吗？活着，就算活着，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那棺材盖钉了749颗铸铁钉子，你以为是给他透气用的？就是，里头那位就算没咽气，也只剩一口气了。你操什么心？还想救人不成？武香桃，我警告你，这坑里埋的是十恶不赦的反贼，你再多问一句，我把你也填进去。小时候，我爹喝醉酒，把我锁在衣柜里，我拼命拍门，没人理我，那种窒息的恐惧，我一辈子忘不掉。坑底那个人，他得多害怕呀！有人吗？你还活着吗？你听见了吗？我是落魂殿的宫女，我叫武香桃。我给你带了一点吃的。这是宫里娘娘才会戴的护甲。
废物点心，被抽了一鞭子就这副死样子。别现身人。别把我的事儿告诉任何人，否则你会比我死得更快。原来真的有女鬼，你才是鬼，以后再接近我，我会出来索你的命。你们说，这宫里最好看的女人是谁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贵妃娘娘。你没见过她上元节那晚戴凤冠的模样，那可是艳压六宫。贵妃娘娘那是美艳，可要说陛下的心尖宠，还得是大理寺卿家的小姐。今年刚入的宫，那叫一个弱柳扶风，走路跟踩在棉花上似的。听说皇上见了她，眼珠子都粘在她身上，当场就赏了一对玉如意，如今已经宠冠六宫了。你们说的都不算，要说真正在宫里待过、美得不像话的，那只属长公主殿下。对，看我这记性，怎么把长公主给忘了？长公主那容貌可是倾国倾城，连御花园的都要低头。可惜啊，3年前殿下就远嫁西域去和亲了。像我们这种冷宫里的劣等宫女，一辈子都没机会见上一面。嫁人，长公主嫁去西域了。你轻点儿。是啊，10里红妆，风光大嫁，万人空巷呢。那嫁衣听说用了几百匹蜀锦，金线绣的凤凰，光教府就用了64人。长公主是先帝唯一的女儿，当今陛下同父异母的妹妹，闺名贺红叶，生母是早年病逝的贤妃。先帝在世时最宠她，说朕有女如此，不输男儿。后来先帝驾崩，陛下登基，她就和亲西域了。嫁那么远，哪儿还能回来？不对劲，那双冷的能把人洞穿的眼睛，那刻骨的仇恨，她不是女鬼，她就是真正的长公主贺红叶。如果被活埋在冷宫棺材里的是长公主，那3年前带着10里红妆嫁去西域的又是谁？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被困在冷宫的棺材，又活在和亲路上。殿下，我给你带吃的来了，吃点东西吧，不然撑不住的。喝点水。我叫武香桃，今年18岁了。我爹是个赌徒，为了还赌债，把我卖进了宫。我本来在浣衣局，一个醉酒的侍卫拉扯我摔倒了。次日找上嬷嬷，说我勾引他，嬷嬷他们打了我一顿，给我调到落魂殿了。我好想乡下的母亲。你是不是长公主都没关系，只要你还活着，我就会救你出去，哪怕是会丢掉这条小命。
奇怪了，这几天你们天天往下吐土，怎么这土不但没见长，反而少了半尺？如果土把缝隙盖住，长公主会被活活憋死，所以我每天夜里都偷偷把土刨开，被发现了。五香桃，出来！呵呵，我听说这几天咱们落魂殿里也有人夜里不睡觉，像只耗子一样往院子里乱跑啊！哼。落魂殿有落魂殿的规矩，我早说过，不该看的别看，不该听的别听。有些人呐，就是长了反骨。趴下！我咬牙挨完了那顿鞭子，北际像被人泼了滚油，每呼吸一下，都牵动着血肉翻开的伤口。同屋的人连靠近我都嫌晦气。吃吧，今天就只有这么多了。你背上有血味儿。没事，我从小皮糙肉厚，被管事的打了几下而已，过2天就好了。告诉你吧，我是贺红艳，大晋长公主，先帝嫡长女。你是唯一一个有胆子接近我这个将死之人的。殿下，奴婢。你听好，我有一样东西给你。纯金的，沉甸甸的，光是这一只簪子就足够一个像我这样的底层宫女在宫外吃喝一辈子。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贵重的东西。去找捣药渣的小太监，太医院后门那条巷子，每天黄昏都有人出来捣药渣，里面有个瘸腿的，姓孙。你拿这只簪子去跟他换金疮药。金疮药？殿下，那种东西是宫里主子们才能用的禁药，要是被发现私藏私换，那是要杀头的重罪啊！杀头？你现在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你以为你还能全身而退吗？我在这口棺材里躺了太久，身下的皮肤已经溃烂，如果再没有药，我活不了几天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拿了这只簪尺自己留着卖钱用，随便你。可是金疮药不是我们这种人能拿到的，宫女受伤只能用草木灰糊一糊，去哪里弄主子们的金疮药？必须去。哎呦，是谁啊？吓我一跳！要不要做笔交易？你疯了！这簪子哪来的？这是纯金的吧？上面那是番邦的红宝石。你别管来路，给我带金疮药来，要太医院里最好的那种。明天黄昏还是这儿，你来拿药，别被人发现了，否则你我10个脑袋都不够掉。拿着，这是你要的东西，这可是要杀头的买卖。簪子我拿走了，你也赶紧走，以后全当不认识，别再来找我。
许动！坑里的土已经快和棺材板齐平了，他们要活埋了它，没有时间了。你站住！身上藏的什么？交出来！他怎么会知道？是有人告密，还是在诈我？不能慌，绝对不能慌！嬷，奴婢什么都没藏。嬷，别让奴婢的血脏了您的手。嬷明鉴，奴婢真的什么都没有藏，奴婢就是后背实在疼得厉害，方才偷偷溜去柴房看了一眼伤口，怕化脓，这才耽搁了干活的公事。嬷要是不信，尽管搜奴婢的身。哼，晦气东西！哎呦，钟姐姐，您跟这晦气胚子计较什么？平白污了您的手眼。行了，杵在这儿碍什么眼？一身血腥气，恶心巴拉的，还不赶紧滚回去干活！要是耽误了填坑的差事，看我不扒了你剩下的这层皮！是，奴婢这就去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会没气的。殿下，你还活着吗？求求你，出点声啊！刚才有点失去意识了。现在好些了。你来了。药，金疮药，我换来了，殿下快拿着。对不住啊，差点被管事嬷没收了，我只能藏在身上，沾了点血，不碍事的，药粉没湿。拿着。不用，我这都是皮外伤，自己就能好。殿下你留着用。我不想说第二遍。殿下，奴婢有一事不明白，
您是金枝玉叶，先帝最疼爱的长公主，不是说去西域和亲了吗？为什么会被人锁在棺材里，活埋在这暗无天日的冷宫底下？因为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。那个现在高高坐在龙椅上受万人朝拜的人，根本不配当皇帝。他为了夺取皇位，对亲生父亲下毒，对同胞兄弟痛下杀手。他是个为了权力丧心病狂的残忍恶徒。满朝文武，天下百姓，全都被他的虚伪表象欺骗了。他怕我揭发，便拿和亲做幌子，将我迷晕锁死在石棺里，要让我活活受尽折磨而死。殿下，那你一定要活下去，一定要活着从这里出去，把这个恶徒的真面目撕下来，告诉天下人真相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一声张口是安全，两声中口是我有话要说。钟嬷嬷每天寅时换岗，那个时候院子里没人，巡夜侍卫走这边，戌时3刻最松懈。殿下，今日我留意了，李嬷嬷他们换岗的时辰是子时初刻和寅时正刻，巡夜的侍卫主要走前院，后院这边只有丑时会例行查看一次，只要避开这几个时辰，这里就是最安全的。长公主，长公主你还在吗？殿下你别吓我。别急，我还没死，我在想事情。长公主在想什么？思来想去，整个后宫能救我的人只有一个。是谁？只要他在宫里，我拼了命也去把消息送到。禁军统领夫人林婉清，她是我当年的贴身女卫，从8岁起就跟我们一起长大，一起习武，比亲姐妹还要亲。3年前，我被这群禽兽封入木棺前，曾拼死买通了一个人，托他给婉清送去一封绝笔信。可是此后便再无音讯，我不知道他是没收到，还是他会不会已经被陛下？若他也背叛了我，这世上便再无可信之人。但他不会，他答应过我，这辈子只忠于我贺红叶一人。殿下，我相信你，那我今晚就出宫去找他。胡闹！你不能直接去。禁军统领府门口布满了陛下的眼线，你一介没有腰牌的冷宫低等宫女，只要一露面，还没等你开口，就会被暗处的利剑射穿咽喉。先拿到信物，找到中间人，确认婉清没有变戒之后，才能约他相见。殿下，我撑不了太久了，明日这个坑就要被彻底封死了。怎么回事？今天白天，李嬷嬷叫我们去前院清理杂物。我听她说，宫中为了举办祈福仪式，特意派人造了一座巨大的玉石假山，明天一早就要把这座假山运到落魂殿，放置在这个深坑的上方进行封盖。殿下，我该去哪里找信物？你听好，落魂殿西墙根下，从南往北数，第7块砖，那块砖的下面是松的。3年前我被押入冷宫，当晚借着夜色埋了半块虎形金印进去。西墙根从南往北，第7块砖，那是我父皇临终前亲手交给我的调兵信物，半边在我手里，另外半边在西北大营的顾老将军手中。2块金印若是合在一起，可调10万边军。还有一个玉扣，是我母妃留给我的贴身之物，上面刻着一朵兰花，世间独一无二，在正殿房梁第3根横木的凹槽里，要用东西够才拿得到。你把这2样东西送到林婉清面前，她就会知道我还活着，而且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记住，金印证明我的身份，玉扣证明我对你的信任，2样缺一不可。五香桃，这是我们最后的赌注了。2、3、6、7。
果然是你。拿来。小贱人，我早该把你填进那个坑里。你给我吐出来！你给我吐出来！来人啊！有宫女偷东西了，抓住她，别让她跑了！不能停下来，殿下和我都要死。在那边追！朱嬷嬷，我们在追一个宫女，您见到了吗？往那边去了。跟我来。禁军统领府不在宫里，在外城。从这个偏门出去，穿过一条暗巷，就是统领府的侧院，比正门近一半，也没有皇上的人盯梢。送急信。快去，一定要救出殿下。带我去见林婉清夫人，长公主有性命之忧。夫人，大惊小怪，成何体统？夫人，求您救救长公主吧！
这是长公主殿下说，您看到这2样东西，就知道她说的都是真的。她还活着。你说什么？她在哪儿？殿下，她在哪儿？她被当今圣上活埋了3年，这3年，她只能吃树皮和虫子续命，她快撑不住了。来人，调一队精英人马，立刻跟我去落魂殿。今夜就是把后宫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人给我救出来。跑了一个小贱蹄子又怎样？坑已经填平了，这下谁也别想发现里面的秘密。林夫人，这是冷宫重地，您不能让开！挖！给我挖！夫人，找到了！快点，给我把棺材撬开！快开棺！不可开棺！你们胆敢抗旨不遵，这是要造反吗？煽动御赐之物，你们这是死罪！禁军统领夫人又如何？皇上要是知道了，你们统统都要掉脑袋！认得这个吗？先帝临终亲授的调兵金印，见此印如见先帝。别说你一个狗奴才，就是当今陛下在此，也得跪下行礼。这不可能！这印早就该随着长公主一起埋进土里，再也见不到天日了，是吗？滚开！我是奉陛下的旨意，是陛下让我埋的。陛下，等我开棺见到里面的人，自然会去禀告陛下，向陛下请罪。开棺！参见长公主，长公主千岁，臣等救驾来迟，死罪。参见长公主，臣等救驾来迟。今夜之事，谁敢泄露半句，诛九族。我第一次真正明白，什么叫皇家威压，不是靠锦衣玉食，不是靠前呼后拥，而是在他被至亲活埋了3年，受尽非人折磨，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的此刻，他依然能用一个眼神、一句话，让所有手握利刃的骄兵悍将心甘情愿地跪伏在他的脚下。臣父遵命，誓死效忠长公主殿下。末将遵命，愿为长公主效死。殿下当心！
香桃，我抖得很厉害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我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。或许是为他高兴，他终于活下来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跟着我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跟着他，这3个字意味着什么？我比谁都清楚。冷宫里的宫女一辈子都别想抬头看人，可他说跟着我，就等于把我从泥潭里捞了出来，变成全天下最尊贵的长公主身边的人。人呢？回殿下，已经在殿外候着了。殿下，您刚刚苏醒，凤体极度虚弱，受不得风，更见不得血腥污秽之物，还是应当静养。拖进来。长公主饶命！长公主饶命啊！老奴也是奉命行事，老奴有眼无珠。殿下开恩！殿下开恩！小人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香桃，过来。他们是你的了，怎么死，你来选。如果是以前在落魂殿，我做梦都想扒了他们的皮，抽了他们的筋。可现在看着他们像狗一样摇尾乞怜，我心里竟然很安静，没有愤怒，没有快意，甚至没有恨。交给殿下决定吧，香桃不恨他们。凌迟，拉出去！我要他们凌迟谢罪。不，殿下饶命啊！那是他们欠你的，你下不去手，我替你讨。那你呢？那些欠你的人该怎么办？等我康复之日，就是他们下地狱之时。我看真了，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这么好看的鬼魅。在那一刻，我知道这大圣朝的天要被他亲手撕裂了。这是宫里所有宫人的名册，每个人的出身、靠山、背地里的把柄都记在上面，3天之内一字不差地背下来。殿下，我不识字，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。从今天起，每天认20个字，我亲自教你。再写。停下！你看看你写的是什么东西？香桃，
你从落魂殿子的死人坑里爬出来，不是为了到我的府里继续当一个只会端茶送水的废物的。你以为靠我的庇护就能活一辈子吗？在这座皇城里，连我都不知道自己哪天会身首异处。我教你认字，让你背名册，是要把你磨成一把刀，一把哪怕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也能自己掌控自己命运的刀，明白吗？奴婢明白，奴婢重新想。香桃姑姑，哎呦，殿下受苦了。陛下听闻殿下凤体抱恙，那可是思念长公主，夜不能寐呀。这不，特意命奴才送来这些百年老参，还嘱咐殿下一定要好生休养。替本宫谢过陛下，放下东西，退下吧。是。有毒。传我的话，从今日起，长公主府封闭大门，府里不进任何外来之物，吃穿用度，连一滴水、一片菜叶，全由林婉清带亲信从宫外运送。违令者，杀无赦。可那个高坐在龙椅上的好弟弟，怎么可能善罢甘休？明的不行，暗的就来了。这点手段，他也真好意思拿出手。殿下，派来暗杀的刺客已经全部拿下，按您的吩咐，尸体都裹好了，原封不动送回了他们主子那里。纸条放了吗？放了，按您说的，就4个字，不必送了。他安插在宗室、禁军和身边的眼线，处理的如何了？宗室里那个贪墨皇陵修士银的，已在早上被当众揭发，革职查办。禁军里的几个钉子，属下以外调戍边为名，一夜之间全部送出了京城。至于他身边最信任的那个秉笔太监，属下让人抓住了他的把柄，他已经哭着去求告老还乡了。很好，一切表面上都与我们无关，让他自己去猜疑发疯吧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朕布了这么久的局，断了3条线，竟然连个把柄都抓不到！陛下息怒，长公主那边实在找不到破绽，她从来不亲自动手啊！好一个贺红叶，3年活埋都没能弄死你，现在倒是学聪明了。朕倒要看看你还能翻出什么浪来！去把门窗关严，放下帘子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3年前我到底看见了什么吗？那一夜，先帝驾崩，外头都说是病逝，其实不是，是毒杀，鸩毒混在安神汤里，喝下去之后，人会像睡着了一样死去。仵作查不出任何破绽。那天夜里，我本该早点出宫，准备第2天的和亲，可我有东西落在父皇寝殿，折返回去时，正好撞见他把毒药倒进汤碗里。他除了我们那位好皇帝，还能是谁？我想喊，可他动作太快了。他为父皇喝下毒汤，转过身，看见了我。你猜他第一句话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语气温和极了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他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冰凉冰凉的，说：“姐姐，父皇病重，我很害怕。”
我当时傻住了，他就那样握着我的手，一直到父皇咽气。然后他松开手，后退一步，当着我的面换上了一张哭丧的脸，扑到床边大喊父皇。那一夜之后他就变了。第二天宣读遗诏登基，第3天污蔑2位皇帝谋反，将他们打入天牢。1个月后所谓的畏罪自尽。第4天他宣我去养心殿，给我赐了1碗安神汤。我没有喝，我知道喝完就再也不会醒了。他不敢直接杀我，怕西域可汗发现无法交差，就在大婚当日找了替身替我出嫁。他让人把我塞进那口棺材，钉上7七49颗钉子，活埋在落魂殿的深坑里。弑父杀弟，活埋亲姐，他手上沾满了至亲的血，而满朝文武天下百姓还在夸他是100年难遇的明君。所以我不是为了给自己讨公道，我是为了让我父皇、我2个弟弟，还有那3年被埋在土里的我自己，都得到一个交代。殿下，我帮您。香桃这条命是您的，您要做什么，我都跟着您。好，你是我获得新生之后唯一信任的人。明天，我要你替我做一件事。殿下，终于可以反击了。皇姐，你这是？诸位宗亲，好好看看。这就是你们效忠的明君。皇姐，你疯了3年，神志不清，这些东西是谁伪造的？是有人要害朕！诸位叔伯，你们是看着朕长大的，朕是那种人吗？皇姐她病了呀。是她，就是这个妖女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妖言惑众，蛊惑长公主。来人，把她拿下！长公主神志不清，分明是被这妖女挟持，胡言乱语。来人，把这妖女拖下去，严刑拷问，看谁指使她的。动她，先过我这一关。皇姐，你……我说得很清楚，她是我的人，谁动她，就是动我。香桃，到我身后来。他的背影那么单薄，却像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。长公主这模样，哪里像神志不清？是啊，口齿清晰，条理分明。诸位大人，请看，长公主风正日重，恐生事端，即日逼入落魂殿，田关深埋，不得有误。陛下，那臣斗胆问一句，一个疯了3年、神志不清的人，也值得你专门下一道手谕活埋？活埋长公主？这3年长公主竟然都在宫中，还是在落魂殿被活埋？诸位看清楚了，当今圣上亲手将鸩毒倒入先帝安神汤中，毒杀生父，篡改遗诏，窃取皇位。皇帝登基之后，污蔑2位皇帝谋反，连夜打入天牢，伪造供状，1月之内双双畏罪自尽。那是他异母同胞的亲弟弟。皇帝活埋自己的亲姐姐，封棺之前连一口水都未给，任由我在棺材里腐烂了整整3年。3年后，
你又将我挖了出来，放在这冰棺里，让我成为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活死人。替地下3做这些事的太监侍卫嬷嬷，事后被他灭口了多少？刘太监悬梁自尽，李德圈被下毒2次，落魂殿的宫女换了3茬。你们以为那些人都是病死的？残害宗室，灭口忠臣，杀父杀弟杀姐，这就是你们日日跪拜的明君。这还是人吗？畜生！昏君，杀了他！闭嘴！都给朕闭嘴！皇叔，不要杀我！都别动，退后，否则朕杀了他！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！你们以为你们赢了？朕还没输，朕是真命天子！放开他！你已经穷途末路了。贺红叶，都是你毁了朕的一切！你去死吧！殿下小心！滚开，贱婢！香桃，放手！放手！贱人，放手！来人，拿下他！拿下！放开朕！朕是皇帝，放肆！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禁军听令，围殿，在场所有人一个不许走。今日之事，本宫要当着天下人的面做个了断。笑什么？傻不傻？还好殿下没事，奴婢一定要活着看到您报仇。我答应你。弑父、篡赵、杀弟、灭口忠臣、活埋亲姐、残害宗室，铁证如山，无可抵赖。贺从业，你敢！朕是皇帝，朕是天子！请长公主登基，主持大局。不做。本宫摄政，辅佐幼帝，直到陛下能够亲政为止。长公主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他没有变成第2个皇帝，他被活埋了3年，却没有被无边无际的恨吞噬。殿下，该喝药了。香桃，你恨那些欺凌过你的人吗？就去9日。从前恨，现在不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恨是往下看的，我现在要往上看。其实，你才是我的老师。皇姐，皇姐，我知错了，求你饶了我，你饶了我吧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封官，皇姐，不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
殿下，他不会也能活下来吧？当然，我怎么会让他死得这么容易？我在棺材板上留了气孔，我只是想让他试试被人活埋在黑暗里，叫天天不叫地地不让是什么滋味。3年前他在棺材里听我喊了一整夜，今天我也听他喊一夜，公平。不要丢下我！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看够了，关上吧。不要，黄姐，我错了，我不敢了。水泥浇死，让它在里面慢慢腐烂。皇陵的石室里多了一口漆黑的棺材，起初里面还会传出几声微弱的动静，不过没过3天，就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了。那场长达3年的噩梦终于画上了句号。五香桃户主有功，赐黄金1000两，擢升长公主府长侍女官，统领府中一切事务。黄金1000两，长侍女官。谁能想到3个月前，我还是落魂殿里被所有人踩在脚下的贱婢。那时候，人人嫌我晦气，人人恨不得离我3丈远。我以为自己一辈子都要在那暗无天日的冷宫里烂掉。是长公主把我从冷宫的泥潭里拉了出来，而我也把她从那口暗无天日的棺材里救了出来。我们扯平了。殿下，这是内阁刚刚送来的奏折。香桃，奴婢在。你肩膀上的伤换药了没有？换了。傻丫头，哭什么？以后没人能再欺负你了。在夕阳的映衬下，我看着他那身玄色朝服，竟有些幻视初见时那身血红的嫁衣。一个从棺材里爬出来的长公主主，一个从冷宫里爬出来的小宫女，2个被全世界遗弃的人，最后居然成了彼此最坚实的依靠。你看，这天下终于干净了。落魂殿的方向再也听不到填土的声音了，我都快忘了3个月前我站在那里，一铲一铲地往那口漆黑的棺材上填土。那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棺材里那个美丽的人会死去，或许命中注定他在那里等了我很久很久，而我不负所托，终于来了。香桃，在看什么？殿下，奴婢在看着万里晴空。从此她是天下最尊贵的摄政长公主，我是她手里最锋利也最信任的刀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你愿意一直陪着我吗？奴婢愿誓死追随殿下。这深宫之中再也没有活埋的冤魂，我们都不再是被世界遗弃的人了。